嗨，我是安娜，今天又是大家很爱的家是一个大玩具系列，今天带大家来开箱我们家的浴室。如果喜欢我的影片，欢迎订阅我的频道，每周四我都会在这里哦。我们家呢有4间浴室，大小格局都各不相同，今天就带大家一间一间来看。这里呢是我们1楼公共活动区域的浴室啦。这个空间其实非常的小，甚至不足1平。考虑到这个空间的大小，加上大部分的时候大家在这里都只有洗手跟上厕所，所以呢我们也没有给它赋予其他的功能。比起浴室来讲，或许叫它洗手间会更贴切一点。这个迷你的洗手面盆呢，当时也是花了一些心思去找，然后这个台面也比一般的洗手台面要来的窄很多。这里呢是一面带背光不带收纳功能的镜子，尽量去使用光影和深度差，让这个空间看起来不要那么的拥挤。这边呢我只使用了一半的空间去做收纳柜，隐藏了水槽下面的一些水线，也增加了收纳功能。那这边呢我整个都是留空的，这样子在使用马桶的时候呢才不会撞到旁边。马桶的部分我们这层是还没有装智能马桶盖，但是我一样留了电路在旁边，这个建议大家一定要留，以后更换智能马桶或者马桶盖的时候才会方便。这个浴室虽然是带窗户的，但是这个位置的开关其实并不是那么的方便，所以我们一样是安装了换气扇来保证空气的流通。我们家安装的这个换气扇呢是台达的，好像我们几乎每一个家安装的都是台达的换气扇，因为我觉得它造型还蛮好看的，然后价格也不贵。大家在装潢或者改造的时候呢，非常建议大家可以先去那个空间里实地感受一下，想一想自己在那个空间里会做哪一些事情，再来规划。这样子呢，入住之后也会更符合我们使用上的一个需求。这里就是我们家的主浴室啦。原本呢这个空间是设定我和陈老师使用的，但是呢因为现在小朋友还小嘛，加上这个空间又比较大，功能又比较齐全，所以目前全家的洗漱我们都在这里。我们家全部的浴室呢贴的都是瓷砖，这也是大部分人家里会使用的材质。在前几条影片的留言里面呢，也有很多朋友问我关于瓷砖的选择，在这里也小小的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心得。我非常建议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去逛一逛一些优质瓷砖品牌的展间，可能会比直接去建材行要来的思路清晰多得多。因为很多时候呢，在建材行里面那个瓷砖的样品都是这样一小块一小块的，我们可能比较不好想象它贴完之后的样子。在展间里面呢，虽然我们看到的品牌会比较单一，但是它们的摆放就会比较逻辑，通常是一间一间的贴好给大家展示，再加上灯光的配合，我们就会比较好想象这个瓷砖在我们家里面展现出来的最终的样子。所以如果大家有时间的话，可以去走走看看，或许对家里瓷砖的选择会有更多的灵感。还有个问题大家也会经常疑惑，就是选择进口砖还是本土砖。我个人呢是非常喜欢本土砖的，因为大家都知道台湾新北的莺歌嘛，本身就是以烧制瓷器闻名。我之前呢也是因为挑瓷砖，特别跑去莺歌的瓷砖工厂，里面非常的专业，所以我对台湾本土的瓷砖还是非常信任的。确实进口砖在对色彩饱和度上的把握非常的优秀，那本土砖呢有些时候就可能在颜色的把握上会稍微有偏差一些。但是呢进口砖常常会受限于库存啊、海运传奇这些问题，不可控的因素非常多。有些时候我们可能碰到一块进口砖，真的花色非常的好看，我们家地下室就用了一块非常美的进口瓷砖，但结果用着用着发现不够用的时候，要补货的时候它居然断货了。以这个空间大小来讲，我的收纳算是做得满足的。这里呢也和大家分享一下关于镜柜规划的一些小心得。现在呢大部分的家庭为了增加收纳空间，一般都会选择做镜柜。那有的朋友呢会选择直接购买成品镜柜，那样子的镜柜可能不会完全匹配我们墙面的宽度，会浪费掉一些原本可以用来做收纳的空间。而且我看到了很多成品镜柜都是中间切开，两边对开，这样子在使用的时候呢，你就会看到你的脸是从中间被切开的。所以如果预算允许的话，镜柜定制还是蛮值得投资的。尺寸可以根据我们的空间直接做到满墙，这样收纳的量就会多很多，而且通过满墙镜子反射顶部的灯光，会让空间更通透。门片切割的比例呢也可以很灵活，假如是那种非常紧凑的空间，就直接做单开门。如果稍微再大一点的呢，我们就可以选择做3/7分或者4/6分。如果再更大一点的话，就可以做成3片门片。总之就是要避免门片从中间这样对半切开。接下来啊，敲黑板。我们的镜柜跟地柜
之间的这个深度差至少要抓到30公分，要不然你洗脸的时候真的会撞头撞到怀疑人生。看过我们三房 room tour 的朋友呢，可能会记得我们之前的那个镜柜下面是开了一个孔，拿来放卫生纸，抽拉会非常的方便。这一次呢，厂商跟我讲，因为下面装了灯管，所以那个孔开不了了。我也不知道这算是一个什么理由啊，因为我们之前那个镜柜明明下面也是装了灯管的。总之，这个孔是建议大家一定要保留的，所以记得提前和设计师或者厂商确定好我们的需求。还好后来我找到一个这样子的卫生纸盒，用来存放卫生纸，尺寸也刚好，所以柜子里面的这个层板啊，记得一定要做成可以活动的，这样子还可以来适配我们各种各样的需求。平时我们洗手台上几乎是不放东西的，牙刷这些呢，我是直接收纳在这里，用这种吸水的硅藻土材质的底座来保持柜子的干燥。这个板子我已经用了3、4年了。不过北部或者家里比较潮湿的朋友要注意啊，这种板子吸的水它是不会自己不见的。我们家呢，通常是把它定期刷洗干净之后，放在太阳底下晒干来保持清洁。也可以放到微波炉里加热去水器。哦，对，如果刚好遇到一段时间没有太阳的时候呢，就可以使用这个方法。然后这个柜子里面呢是留了插座的，平时这个牙刷的充电器我就是一直插在这里，谁的牙刷没有电了就放在这里充电就可以了。马桶的部分呢，我们使用的是 TOTO 的马桶，加上他们家的 Washlet 智能马桶圈。我们连续3个家使用的都是这样子的一个组合方式，也算是见证了 TOTO 的智能马桶圈越做越薄。因为我们马桶的位置呢，离那边洗澡的区域还有一段的距离，所以我们在这边单独装了一个换气扇。那淋浴区和泡澡区这边呢，装了一颗 TOTO 的浴室换气暖房干燥剂，来保证洗澡时候温度的舒适。那关于淋浴间和浴缸呢，在上次新家开箱的时候已经和大家介绍过了，今天就不重点讲啦。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翻一翻之前的新家开箱的影片。这里就是我们小朋友使用的浴室啦。这个整个空间的瓷砖其实跟我们1楼的浴室用的是同一块瓷砖。这边呢，我一样做了镜柜来收纳小朋友的洗漱用品。那台面的部分呢，我除了洗手泡泡机之外呢，就没有摆其他东西了。面盆的部分呢，我选择了最容易清洁的嵌入式的台下盆。以颜值来讲，像这样子的台下盆真的是蛮平平无奇的。但是考虑到小朋友的成长，随着他们逐渐长大，尤其他们独立入住之后，我希望他们可以学会随手清洁自己可以清洁的地方，从小养成好习惯，那降低家事难度，也可以帮助他们逐渐去学会这些小技能。考虑到2个孩子的性别不同，所以在浴柜的颜色上面，我也是选择了最不容易出错的白色。我现在的左右2侧呢各有一扇门，里面的规划内容也很单纯，一边打开是淋浴空间，另外一边打开呢就是马桶。因为这间空间是给小朋友使用的嘛，所以我特别选了 Hansgrohe 的超级可爱的这个斑马的莲蓬头，顶上一样是装了 TOTO 的这个4合1的暖风机。然后这边小小的一间呢，就是单纯上厕所用的，上面装的是排风扇。说到这里呀，有去过日本旅行、住过当地房子或者民宿的朋友，应该觉得这样子的格局非常的眼熟。没错，这一层我们规划的就是3分离浴室。3分离浴室其实就是它的字面意思，就是把3个空间分离开来了。判断3分离浴室的标准呢，其实也很简单，就是看它是不是同时能够够3个人使用。假如你的原始户型只有1间浴室，使用的人数呢又大于2个人的话，在符合条件的情况下就可以考虑改造。但很多朋友家里呢买的是大楼，比如说3房，原本就有2个浴室，墙都是砌好固定的，就没有必要大动干戈的去砸墙。而且很多大楼的这个浴室，它的墙体里面都有含着管线，是管道墙，也不能随便的砸。那像我们家呢买的是毛坯，当时这一层全部都是空的，所有的管线啊、墙面啊都是按照我们的想象来规划的。这一间呢是我们家客人的浴室，也是第一次和大家见面。整体的色调呢是这样子，灰灰的。因为设定是给客人使用啊，所以平时收纳的压力就比较小，我就没有做镜柜了，而是使用了这样子的一个带背光的镜子。水盆的部分呢，我选择的是这样子蛋形的水盆，然后带上一个弯弯的水龙头。这一套水盆加上水龙头，应该是我们家最有设计感的卫浴设备了。这样子的蛋形水槽啊，虽然好看，但其实它还蛮不容易清洁的，因为下面有蛮多这样子的边边角角。但是因为这间浴室平时的使用率并没有那么高，所以我更多的考虑的是造型要好看。下方一样是一个带抽屉的地柜，用来收纳一些给客人使用的备品。花色我选择的是这种带有点做旧皮革质感的，整体效果我自己算是蛮喜欢的。这个马桶呢是凯撒的，也是我们第一次尝试购买本土品牌，价格呢真的也
也是很佛心的，大概这样一整颗完整的智能马桶，比单独买一个 TOTO 的马桶加上智能马桶圈还要便宜。我们呢其实连续3个家的卫浴品牌都是首选的 TOTO， 因为确实用下来，不论是在品质、外观还是价格上面，我们都还蛮满意的。这次虽然在龙头花洒的部分有尝试了像 Hansgrohe、Grohe 这样的德国品牌，但是马桶呢，我们看了一圈，最后还是选择了 TOTO。结果在安装马桶的那一天呢，我突然接到了设计师的电话，他说我们挑的那一颗 TOTO 的马桶没有办法安装了，因为管距小了几公分。我当时就觉得很疑惑，我说管距不是提前确认过吗？怎么会太小了呢？结果搞半天呢，当时确认管距的时候，我们家还在施工，因为当时是毛坯嘛，所以确认的是毛坯裸奔的墙面的尺寸。结果贴完瓷砖之后呢，整个尺寸就大走钟。关于浴室踩雷的事情，我觉得我可以整整讲一集，大家可以期待一下，我之后来出一集浴室避雷指南，帮大家少走弯路。好 ，anyway， 就是 TOTO 原本我挑的那一颗呢装不了了，其他款式呢我又不喜欢。当时设计师也很帮忙，找了很多马桶让我们来参考，但是呢那些马桶都是比较传统的马桶形状，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管距很尴尬的原因啊，大的马桶呢装不下，可以装的马桶呢背后又会有一条小小的缝隙，而且个头就会比较小一点，看起来就很不大方。我和陈老师呢就去逛了所有我们当时可以逛的展厅，结果最后是凯撒跟我们讲，他们所有的产品都可以安装在我们家，然后我们就在展间看中了这一颗一整体的智能马桶，就火速找经销商去下定了。外观上呢，它是这样一整体的形状，少了水箱呢就少了一些缝隙，就会更加好清洁。功能上呢，它和一般智能马桶、智能马桶盖都大同小异，像自动冲水啊、冲洗屁屁啊这些功能都有。使用感受上，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习惯的原因啊，冲洗屁屁的感受，我觉得 TOTO 的水流会更温柔一些，就有一种又温柔又有力的感觉。但这一台呢，它就强弱会很明显。但我好像更喜欢凯撒冲水的感觉。各得一票。再就是因为它没有水箱嘛，所以停水的时候它就没有办法冲水了。当然了，普通马桶停水的时候也只能多冲一次而已。然后它冲水的那个感觉呢，就很像飞机上马桶冲水的感觉，就是弱弱的水流加上一个很强的吸力，把脏东西吸下去。但是它是不带那个自动开盖的功能的。不过我本来就不喜欢这个功能，像我们家一直在使用的 TOTO 马桶盖，我也都会选择不带自动开盖功能的，因为这个功能呢本身就很容易引发一些故障。比如说家里的来客人，他们可能不知道我们家这个马桶是有自动开关盖的功能，就会用手掰，可能掰来掰去就比较容易坏。再就是小朋友有一个阶段好奇心特别重，他们特别容易被这样子新奇的功能吸引。第一步发现马桶盖打开了，第二步他们就要去捞里面的水。Chris 小的时候就有捞过马桶里面的水，洗洗还能要。而且一般来讲啊，智能马桶或者马桶盖带自动开盖的功能的会比不带这个功能的更贵一些，所以大家在选择智能马桶或者智能马桶盖的时候也可以参考。洗澡的部分呢，我们只装了淋浴间。我知道有些时候我们浴室空间比较紧凑，洗澡跟泡澡只能选一个。这个时候设计师可能会跟你讲，你就装一个浴缸，既可以站在里面洗澡，又可以泡澡。我们以前其实也这样子尝试过，但结果就是你站在浴缸里面洗澡，会喷的外面一地都是水，然后从浴缸爬到湿哒哒的地上，真的是很危险。最后你选择加装一个浴帘吧，浴帘又很容易发霉。在这里呢，我就建议大家可以去计算一下，你过去3年泡澡的次数加起来一共有多少。假如你真的是那种每周都要泡澡，不泡不行的，那做这个冒险是真的非常值得的。但我相信呢，大部分人淋浴的次数应该是大于泡澡的次数的，所以呢，可以把买浴缸的钱省下来，好好投资在一个实用的淋浴间上。这样呢，入住之后，不论是清洁的便利度，还是使用的安全性，都会让入住之后的幸福感大大提升。因为这个空间呢，相对会比较紧凑一些，所以我们就只装了一台暖气换气干燥机，就没有单独再安装一台换气扇了。除了今天分享的浴室呢，我的频道还有很多介绍我们家其他空间的影片，欢迎大家到这个 playlist 里面去观看，里面有很多关于装潢的心得和小 tips。如果喜欢我的影片，记得点赞分享，也欢迎订阅我的频道。我们下周4再见啦，拜拜。